舉國歡呼，官媒點讚，海外揚名，偏偏手握行業管理權的中國足協全程悄無聲息，官網沒有只言片語，官方社交賬號零轉發、零祝賀、零表態，仿佛這場振奮人心的奪冠跟中國足球體系毫無關係。恭喜國足喜提冠軍！最近全網最燃也最讓人五味雜陳的一件事，相信不少人都刷到了。一群平均年齡只有12歲的中國足球少年遠赴意大利參加國際青少年足球杯賽事，面對來自全歐洲48支頂級職業俱樂部的青訓梯隊，打出了7戰全勝的驚豔戰績。整場賽事轟入21球，僅僅丟掉2球，一路過關斬將，殺進了決賽。在點球大戰裡，力克英超老牌劲旅埃弗頓 U12 梯隊，硬生生把冠軍獎杯留在了中国少年的手裡。決赛决胜时刻，小将孟興義主動请纓，站上12碼點球點，頂住全場壓力，穩穩完成絕殺。進球之後少年縱身躍起，一個乾脆利落的後空翻，瞬間點燃了賽場。這一幕讓現場歐洲球員面露錯愕，讓屏幕前無數國人深夜紅了眼眶。消息傳回國內，人民日報、央視新聞等第一時間發布報道，比亞迪等知名企業主發文祝賀，相關詞條一路飆升登頂全網熱搜，海外網友齊聲喝彩，一片歡騰。但是重點來了，也是咱們今天深挖到底的核心問題：舉國歡呼，官媒點讚，海外揚名，偏偏手握行業管理權的中國足協全程悄無聲息，官網沒有只言片語，官方社交賬號零轉發、零祝賀、零表態，仿佛這場振奮人心的奪冠跟中國足球體系毫無關係。這就有意思了。按常理來說，青少年足球斬獲國際大獎是整個中國足球的高光時刻，是提振行業士氣、重塑大眾信心的絕佳契機。換做任何一個正常的體育管理機構，都會第一時間發聲祝賀、宣傳推廣、表彰鼓勵。可為什麼偏偏到了足協這兒就變成了鴉雀無聲？網上的討論五花八門，有人說冷漠，有人說嫉妒，有人說格局太小。但今天咱們跳出球迷的固有視角，用旁觀者的角度，結合歷史典故、行業規則、利益鏈條4層邏輯，一層層剝開這層遮羞布，從沉默的表象挖到沉默的根源，從當下的矛盾追溯到長久的頑疾，最後再結合古今智慧，給出真正能落地、能改變現狀的解決方案。全程乾貨滿滿，耐心看完，你會讀懂整個中國足球青訓的困局。我是外放大佬大钊，歡迎來到老筆記。先把整件事核心人物跟背景講清楚，這是理解所有問題的前提。帶領這群孩子創造奇蹟的主教練名叫董路，混過足球圈的朋友都知道，董路是足壇公認的圈內異類。他不是職業球員出身，沒有正規的高級教練資格證書，早年是足球解說員，大學專業甚至是化學，妥妥的門外漢。從2017年創立中國足球小將項目至今，整整9年時間，董路自掏腰包四處奔走，累計投入高達5800萬資金，期間僅獲得1400萬外部融資，剩下的4400萬全部依靠直播、個人收入、商業資源填補。最難的時候員工團隊每月工資僅有3000元，還是國足球員吳磊于心不忍，主動捐助5萬元，才幫團隊渡過難關。面對圈內鋪天蓋地的質疑、嘲諷、抹黑，董路自嘲似的把自己的青訓模式叫做董訓，區別於體制內主流青訓。他不建大型訓練基地，不跟任何小球員簽訂賣身契式的長期合約，不收取1分轉會費。孩子提出名堂，想要加盟巴薩、皇馬、拜仁、貝爾格萊德、紅星等歐洲豪門梯隊，他全部放行，全力支持。賽事主辦方發放的獎金、網友直播打賞的收入，他分文不取，全部分給球員跟球員的家庭。就是這樣一支民間野路子隊伍，交出的成績單卻碾壓了不少體制內的青訓機構。如今國少 U17 亞洲杯23人大名單裡，足足有10人出自足球小將，圈內戲稱韓董量一詞就此走紅。國內第一個加盟巴薩喇嘛西亞青訓，第一個登陸貝爾格萊德紅星 U17 梯隊的中國球員，也都來自這個民間團隊。可正是這樣一支為國爭光、無私耕耘的隊伍，不僅得不到主流圈子的認可，還遭到了公開抨擊。前知名國腳孫繼海直接嘲諷這支奪冠的隊伍是馬戲團，還有多名圈內人士公開炮轟董路，利用孩子博流量、賺黑心錢。
一邊是歐洲賽場的冠軍獎杯，實打實的人才輸出；一邊是圈內的排擠、抹黑、集體沉默。看到這兒，很多人會疑惑：有成績、有情懷、有奉獻，為何換不來一句祝福？道德經有言：高下相傾，長短相形，有無相生。世間萬物一旦出現對比，矛盾便會隨之而來。當一個體制外的異類用極低的成本、純粹的初心，做出了體制內多年做不到的成績，這本身就打破了圈子長久以來建立的平衡。這不是簡單的心胸狹隘，而是行業既得利益者對規則破壞者的本能排斥。就像古代手工業行會、傳統師門體系一樣，圈子有圈子的規矩，門檻有門檻的意義。主流青訓體系依靠資質、編制、場地、天價培訓費，長期綁定合約維繫運轉，一套完整的利益鏈條環環相扣。而董路的模式沒有資質門檻，沒有高額收費，沒有合約捆綁，不靠撥款扶持，完全依靠市場化、純粹化的足球理念生存。兩相对比之下，高下立判。如果官方高調祝賀這支民间队伍，就等於变相承認多年投入巨資的主流青訓效果不如一個自掏腰包的民間團隊，層層審核的專業資質未必抵不過一個熱愛足球的門外漢。這對於整個現有體系而言是動搖根基的衝擊。於是沉默就成了最安全、最無奈也最現實的選擇。這是第一層邏輯，也是最表層的圈子博弈。如果僅僅是圈子利益衝突，問題尚且簡單。真正讓中國足球積弱多年、青訓走不出困境的，是深埋在體系內部的兩大頑疾。結合中國歷史上多次改革受阻、行業固步自封的典故，我們就能清晰看懂當下的困局。首先，第一個病灶，畫地為牢，固守舒適區，也就是董路直言的窩裡橫。孟子講：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句話放在中國青訓身上再貼切不過。長久以來，很多體制內青訓機構習慣把孩子圈在封閉的訓練基地裡，在國內賽場互相較量。孩子從小在熟悉的環境、固定的对手、安逸的氛圍中成長。家長繳納高昂培訓費，機構呢依靠培訓費維持運營，雙方形成了一種舒適的閉環。孩子們在國內同齡人中實力突出，看似天賦滿滿，可一旦走出國門，跟歐洲同齡段梯队硬碰硬，立即就暴露短板。不是技術差距天差地別，而是心態、血性、競爭意識全面落後。很多孩子出國參賽，目標不是贏下對手，而是見見世面、積累經驗，重在參與。還沒上場，心態先輸一半。而董路的做法恰好反其道而行，他從一開始就帶着孩子們奔赴歐洲，主動對接巴薩、皇馬、馬競、拜仁等世界頂級青訓梯隊，輸了就正視差距，查漏補缺，贏了就建立自信，錘煉底氣。他教給孩子們從來不是盘帶、傳球、射門這些技術，更是敢打敢拼、全力爭勝的信念。12歲的孟興義站在點球點上，想的不是千萬別踢丟了，而是我一定要贏。這股精氣神恰恰是傳統青訓最缺失的東西。其次第二個病灶，利益捆綁本末倒置，把育人變成了逐利。我們來看看兩組鮮明的对比。董路的足球小將不簽束縛性約束，球員來去自由，不收取任何轉會費用，獎金打賞全部分給家庭。而部分主流青訓機構為了鎖入優秀的苗子，簽訂長達10幾年的霸王條款，一旦球員想要退出另尋發展，機構直接訴諸法庭索要高額賠償。孫繼海旗下的青訓隊伍就曾出現球員申請退出被起訴索賠26萬元的案例。一邊是成人之美，一邊是圈養牟利；一邊是自掏腰包堅守夢想，一邊是依靠天價培訓費、撥款、轉會費層層牟利。足球領域前些年的系統性貪腐案更是揭開了行業的遮羞布，從選拔、集訓、參賽到轉會，利益鏈條盤根錯節。當青訓的第一目標不再是培養球員，而是賺取利潤，那麼人才凋敝、風氣敗壞就是必然的結果。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足協面對民間隊伍奪冠會如此尷尬。這次奪冠的队伍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現有體系的短板、漏洞跟功利化問題。公開祝賀就是主動面對、自我審視，而保持沉默呢，就是刻意回避問題。這不是簡單的態度問題而是整個體系面對自我革新時的膽怯與逃避。說到這兒，可能有觀眾會問，難道體制內青訓就是一無是處嗎？當然不是。體制內擁有場地、資金、政策、專業教練等天然優勢，本應是中國足球崛起的主力軍，如今陷入困境，不是硬件不足而是理念跑偏、風氣混濁、機制僵化。
縱觀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再看近代各行各業的改革發展，我們會發現一個亘古不變的規律：每當固有體系僵化、失去活力的時候，打破僵局、闖出新路，往往是體制外的民間力量。這也是今天我要講的第3個刁鑽視角。董路跟足球小將的成功不是個例，而是歷史規律的重演。古代手工業領域，傳統行業會把持行業規則，排斥外來者、創新者，而民間手藝人憑借創新工藝、實在口碑，一步步打破壟斷。近代洋務運動中，固守傳統的舊勢力百般阻挠新式理念，而一批先行者頂着壓力探索救國之路。改革開放初期，義烏小商品市場、溫州民間經濟、寿光農產品流通，全都是民間百姓率先突破舊體制的束縛，闖出全新發展模式。當時也遭遇過質疑、嘲諷、打壓，被貼上不正規、野路子的標籤，但最終用實實在在的成果證明了路徑的可行性。放到文藝領域，大家熟知的郭德纲跟德云社就是最貼切的類比。早年傳統相聲界固守师门，行規圈子封閉，作品僵化，相声行業日漸沒落。郭德綱並非主流科班出身，被整個相聲主流圈排擠、嘲諷，被指責野路子、不正宗、俗。但他扎根民間，貼合觀眾，創新表演形式，硬生生讓瀕臨消亡的相聲重新火遍全國。如今德雲社成為行業標杆，而曾經高高在上的主流圈子反而開始借鑑民間的模式與理念。董路就是足球界的郭德綱，兩人境遇高度相似，都是被主流圈子排擠的門外漢，都頂着鋪天蓋地的非議，都不靠體制資源，依靠民間力量堅守初心，都用實打實的成績打臉了所謂的正統規則。但值得深思的是，如今足球小將已經為各級國字號隊伍輸送了大量人才，韩董量成為行業熱詞兒。這支被嘲諷為馬戲團的隊伍走出了多名登陸歐洲豪門的優秀球員，而手握海量資源資質的主流青訓，人才產出竟不如人意。按照正常邏輯看到民間模式取得成功，管理機構應該放下偏見，主動調研、學習借鑑，取長補短。可現實卻是沉默、回避，甚至對立。結合經學歷史裡經學與古學相互攻擊、黨同鍍真的舊弊，就能理解。當一個圈子形成穩固的利益集團跟話語體系後，捍衛現有規則遠比革新突破更加容易。承認外來模式優秀，就等於承認自身存在問題。這就是很多既得利益者不願意面對的現實。結合前面所有問題，我們再聚焦回核心問題：足協為什麼選擇沉默？拋開情緒，站在管理機構、行業大局、輿論風險3個維度，拆解3重現實考量，這也是普通球迷很少能想到的深層原因。第一重考量，輿論風控，避免引火燒身。董路本身就是足壇爭議人物，跟多名前國腳、國內名宿存在公開矛盾，圍繞他的爭議從未停止。如果足協公開發文祝賀足球小將，就等於公開站隊，一方面會徹底激怒主流圈內人士，加劇行業內部對立，激化原本就緊張的矛盾。另一方面呢，網絡上關於董路的爭議話題眾多，官方一旦發聲，很容易被輿論裹挾，引發新一輪口水戰。對於追求穩定的管理機構而言，不表態、不站隊就是規避風險的最優解。這是典型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處理思維。第二重考量，規則尷尬，無法自圓其說呀。足球行業有明確的教練資質、青訓准入、賽事報備等一系列規章制度。董路沒有合規的教練證，其青訓模式也不屬於傳統體制框架內。按照現有行業規則，這類模式本身就處於灰色地帶。如今這支不合格的隊伍拿下國際賽冠軍，官方如果高度表彰，就等於變相放寬規則，否定現有准入門檻。如果批評打壓呢，又面對舉國歡呼的輿論跟實打實的冠軍成績，完全站不住腳。規則跟現實出現矛盾，官方左右為難，最終只能選擇沉默回避。第三重考量，政績邏輯，認知錯位。長期以來，部分體育管理的政績邏輯聚焦在自建隊伍、自有基地、直属人才上。簡單來說，我撥款、我管理、我培養的队伍拿到成績，那才算我的成績。而足球小将是纯的民间的項目，沒有占用足協一分撥款、一寸場、一項政策扶持。在部分人固有的認知裡，這支隊伍的成功跟足協的工作成果無關。在我看來，當然有關。如果沒有國足的襯托，他們能算個牢記。既然不屬於自家政績，自然也就沒有主動宣傳、祝賀的動力。以上3重考量疊加圈子利益、守舊思維、歷史積弊，最終造就了全民狂歡、官方靜默的奇特場面。
講到這兒，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深層邏輯已經全部理清。但分析問題不是最終目的，找到破局之路，讓中國足球真正變好，才是我們聊這件事的核心意義。說到最後我其實不想過分指責沉默這個事兒，因為比沉默更可怕的是裝睡。當一個行業習慣了在舒適區裡搞內循環，習慣了用各種門檻來阻擋創新，那麼野路子的逆襲就是對這種陳腐秩序最無聲也最致命的反擊。荀子云：行之立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董路跟他的足球小将有9年的時间，5800萬的孤注一掷，給中國足球補上了最貴的一課。足球從來不是一種特權，而是一種關於競爭、關於榮譽、關於敢於面對強敵的生存哲學。如果說當年的德雲社救活了濒死的相声，那麼我希望這支马戏团也能以一種孤勇的姿態，在這片貧瘠的綠蔭廢墟上刨出一片真正的綠洲。最後我想送給中國足球管理層，也送給所有心繫中國足球的朋友們一句話：莫道浮雲終蔽日，嚴霜過後見春光。冠軍也屬於孩子，而尊嚴屬於每一個敢於在黑暗中點亮火把的人。我是不愛放大招，点讚關注，下期再見。